做一个600瓦的高压等离子炉，没有明火，没有燃气，不用担心爆炸风险，6000摄氏度的等离子高温，还能通过太阳能充电。最关键的是能做饭。首先要明确的是，用电池供电实现这个想法是否可行。好在实验室里并不缺高压电源或相关驱动电路，再加上几件厨房必备用品就能进行测试。这是测试装置，一个零电压胎关驱动模块为这台反击变压器供电，其电路接地端连接金属杯，高压正极则向杯底放电。通电后，6000摄氏度的等离子体就会成为热源。持续测量水温要不停地搅拌水样，用一只普通的厨房温度计就足够了。现在显示是70华氏度，差不多21摄氏度。温度上升速度很快，只用了12秒就升高了10度，再过大约20秒，水温又上升了10度，继续间歇性搅拌，大约80秒后，水温再升20度。华氏度计算水开的温度是212度，对应摄氏度100度。温度升得很快，最终水温达到170度时临时停止了测试，因为这个驱动模块快炸了。现在有了不同时间的温度数据，加上它一共消耗了130瓦功率，这张图表显示实验装置效率在逐渐下降，甚至可能很难把水烧开。50毫升水升温100度需要 11.66千焦能量，410秒内输入了130瓦功率，算上驱动模块 10% 的能量损耗和反击变压器 25% 的损耗，总共有36千焦能量用于加热水。11.66除以36，效率为 32%， 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啊。于是开始设计几款炉具模型来解决这个问题，最终确定采用电池供电的4等离子源方案。设计简单，还带有主动散热。每个高压源的电极间距必须足够近，才能保证电弧稳定产生，同时结构又要让等离子体依靠对流上升，并向水平方向延展，这就是难点所在。最终选择了这套电极方案，原因是任意2个电极之间留有1厘米间隙，为此制作的高压变压器随时都能轻松让等离子体击穿1厘米的间隙。等离子体温度高达数千度，所以对流会把等离子体通道向上推，一旦等离子体通道的这一侧上升接触到锅底，就会顺势摆动，在金属锅底与电极顶端之间形成垂直电弧。总而言之，这个设计可以隔离高低压元件，同时将6000度的等离子高温与仅在150度左右就会融化的 PLA 结构隔离开。在制作实际电路之前，先打印了各个组件，零件有点多，底座、中段、顶部各有4个零件，还有中段支撑和顶部支撑，一共20个零件。用胶水粘合 3D 打印件，只花了几分钟，炉体外壳就完成了。比预想的要大一点点，但结构非常坚固，重量也很轻，锅可以稳稳放在上面。蓝色区域放高压电路，绿色区域放低压电路，整体已经准备就绪，接下来制作电子元件部分。首先制作高压源，设计了4个微型反击变压器，用光固化打印机打印，透明款更是颜值拉满。4个高压刺激线圈在紫外固化箱里快速固化，再在无线镜里转一圈，就可以开始绕线了。接下来要灌胶，主要因为在极高电压下，空气极易导电，所以绕至线圈时必须排除线搭之间的所有空气，否则通电后高压会在匝间放电，线圈直接烧毁。现在给它装上初级线圈，进行压力过载测试，用第一次测试时同款的线程驱动模块以及相当标准的6×6初级线圈。为安全起见，先从极低功率开始。现在是9伏电压下的效果，功耗差不多30瓦。再来看看12伏，我靠，这就有那味儿了。12伏的功耗直接翻倍了，达到了60瓦。如果要用锂电池给炉具供电，充满电压在16到17伏之间，所以要做一次16伏测试。这个电压下功耗再次翻倍，达到了120瓦，很明显不够用，150到200瓦才够刺激。于是给驱动模块谐振回路中增加了几个微法电容。我操，太牛逼了！现在功耗接近190瓦，这玩意儿摸起来还是凉呢。说实话，效果很好，但仍有提升空间。于是又绕了一个4000圈的刺激线圈，这样应该能产生更高的电压。现在试试满电16伏。
我靠，比刚才还要牛一点点。现在等离子体在13毫米处就能起糊，说明高压反击设计是成功的，它能承受200瓦功率，输出15千伏电压。好了，该做驱动模块了。这是一些 MOS 管，还有一些EV法的小电容。接下来就是拆焊更换。完成后，驱动电路可以在32千赫频率下输出200瓦功率。为了安全起见，还要在中段装一个大功率风扇，给所有部件散热。这个风扇有大材小用，不过无论如何，这两个是整个炉具的核心部件。又做了3个一模一样的变压器，还有3个相同的驱动模块。现在所有产生等离子体的电路都完成了。4组电路，每组持续功耗150至200瓦，总共需要800瓦持续功率。所以底座里要装2块超大容量锂电池，总容量20安时。现在底座布线也完成了。在继续下一步之前，先看看风扇能否正常工作。这是个涡轮风扇，这玩意儿劲很足啊。将反击变压器接悬浮高压地，小心安装顶部。最难的部分已经过去了。到这里，炉具基本完成。在顶部装好4对电极中的2对。这个结构会让电弧在2个电极底部之间产生，对流会将电弧左侧沿斜坡向上拉，使其接触金属锅底。第一次测试怎么只有1道电弧？不过效果看起来不错，电弧也如期上升，接触到了锅底，没白费功夫。但在排查其中一个变压器无输出的原因时，发现共用的悬浮高压接地导致了模块烧毁，于是拆掉了共用接地线，重新设计顶部，取消共用电极，做了8个定制电极，而且电极间距也控制得极其精准。顺便升级了一下外观，炉身的侧面变成了透明的，可以看到内部酷酷的结构，也方便直接看到内部故障位置。好了，现在开机测试。再提高一点功率。很快又一个驱动报废了，原因是不锈钢螺栓连接反击变压器时，其表面的氧化膜产生了绝缘作用，导致接触不良。反击变压器初级线圈一侧偶尔断开，驱动模块失常，螺栓周围的 PLA 材料也因接触不良发热融化。换成常用的黄铜螺栓就解决问题了。现在运行一切正常，这就是真正的电焰。整个装置的核心就是产热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温度多少。这是热成像相机拍的低功率下的热成像，这是满功率的，可以看到过热空气从炉顶向上大幅升腾。这张画面能看出气流有多强烈。把手放在至少20厘米的上方，依然能感觉到灼热，皮肤温度也跟着升高了。把锅放在上面，4道等离子通道稳定下来后，其中几道直接接触锅底。这画面太酷了，锅底从4个角开始受热，呈现出局部加热的效果。等离子体的炉子受热均匀，超出预期。好了，现在等离子炉已经在这里了，有点饿了。大约1分钟后，锅从冰冷开始可以正常烹饪，等离子体持续加热锅具，差不多6分钟，炒蛋就做好了。又用同样的方法加热了培根，闻起来味道不错，起码熟了。那么做完培根和煎蛋后，电池状态如何？满电 16.88 伏降到了差不多15伏，可用电量大约还剩 50%， 也就是说一次充满电可以再炒俩菜。还可以通过插座或太阳能板充电，不过它和现代的电热线圈炉比起来怎样呢？经过测试，同一个锅里放2个鸡蛋，电炉开最大功率，功耗2500瓦，2分钟做好鸡蛋，速度快3倍，但功耗高 4.2 倍。从能耗比例来看，等离子炉烹饪效率相当。好了，今天就玩到这里吧。如果觉得不错，请帮忙点赞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